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在泰国发表演讲，在回应关于中印关系的提问时，他多次使用了“亚洲世纪”这一关键词。苏杰生强调，只有当印中两国携手合作，亚洲世纪才会到来。实际上，中方已经多次强调，实现龙象共舞是中印唯一正确选择。在回应苏杰生相关言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指出，相信中印双方有智慧、有能力实现相互成就，而非彼此消耗。在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印度教徒报记者提问称，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表示，如果印度和中国不能走到一起，亚洲世纪将难以实现，两国有很多理由走到一起。对此，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中印是两大文明古国、两大新兴经济体、两大邻国，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有智慧、有能力实现相互成就，而非彼此消耗。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印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健康发展轨道，维护中印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此前一天，苏杰生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媒体和观众提问。苏杰生在答问环节时表示，印中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如何协调利益。他强调了亚洲世纪概念，称只有当印中两国携手合作，亚洲世纪才会到来。当天有记者提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越来越大，不仅是在印太地区，在印度北部的邻近国家也一样。苏杰生首先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全球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但他认为印度也同样在崛起。长安街知识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汪文斌周五所引述的中国领导人对亚洲世纪表述是邓小平1988年在会见拉吉夫甘地时提出的。什么叫亚洲世纪？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体现了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一个崛起，或者说是全球力量格局的这个东升西渐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中印两国以他们各自的一个体量，以他们各自在亚洲乃至全球作为经济这个重要增长引擎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地位，我觉得两国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合作，那么对于推动这个亚洲世纪的早日到来，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促进的作用。说完合作，苏杰生在周四还提及中印边界问题，宣称中方在边境做出那些事情之后，两国关系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阶段。苏杰生在最近几个月的谈话中多次表示，没有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印整体关系就无法正常化。2020年6月，印度蓄意挑衅，导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中印两国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此后，双方进行了多轮缓和局势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多次强调，中印边境事态的是非曲直是十分清楚的，责任不在中方。汪文斌周五就表示，中印双方始终就边界问题保持着畅通的沟通交流，两国对话是有成效的。分析普遍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地区形势及国际背景下，中印更应该加强合作，而不是让边界问题阻碍了整个双边关系的发展。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从印度方面来看，他们越来越多的把边界问题恢复到印方所认可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现状，作为双边关系缓和或者正常化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其实是与原来的双边关系的共识是相背离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两个国家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不影响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第三方因素来介入参与进来。需要警惕的是，在美国提出所谓印太战略后，印度成为美国拉拢的主要对象。在周四的演讲中，苏杰生称，印度现在的利益面向东方，越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设想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他宣称，所谓的印太地区建立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可持续和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航行和飞行自由、畅通的合法商业、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所有国家平等的基础上。
苏杰生在演讲中还称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称这一机制是应对印太地区当前挑战和机遇的最突出的多边平台。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其实是美国推动对中国进行一个战略竞争遏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想呢，印度它过多的参与到这个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特别是在涉及到这个安全啊、防务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那么我觉得显然它释放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对于中印关系来讲，它释放的一个信号应该说是消极的。有分析指出，印度方面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方面的压力，而美方插手也让区域局势更显复杂。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福林6月在访问新德里期间就曾宣布，印度和美国将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报道，此次联合军事演习将于10月中旬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州的奥利山区举行，演习重点为高原作战训练。奥利山区距离中印边界实控线约95公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对此次印美联合军演回应称，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印自己的事情，双方有能力妥善处理，但是美国一些官员在一旁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这种行为让人不齿。印度空军从周五起将参加为期3周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此次军演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规模创下系列军演之最。17个参与国遍布欧亚、北美等世界主要大洲，其中德国、日本、韩国均为首次参加。那么，此次军演有哪些危险动向值得警惕？来看报道。来自17个国家的约100架飞机和近2500名军事人员，周五启动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主要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基地和廷达尔基地进行，为期3周。参演国家除了美国及其传统盟国英、法、德、澳等之外，还包括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澳空军方面表示，漆黑军演的特点是在现代战斗环境中发现一系列现实的模拟威胁，利用世界最大的训练空域之一测试和提高军队整合能力。此次演习将为来自印太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独特环境中操作飞机、系统和工作方法的经验。漆黑系列演习并非新设，而是澳大利亚空军与其盟友2年1度的定期演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断举行。2018年的演习中有4000名军事人员和140架飞机参加。漆黑2022的人员规模虽然有所缩减，参与国数量却从12个增至17个，地域跨度也更广，遍布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其中亚洲又涵盖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美国呢希望和他的这个盟国之间在军事上处于一种相互协作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么多年没搞过军演，所以他希望盟国拉在一起，各个军种之间都要做一些磨合。再一个呢，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他希望传达一系列信号美国还是很强大有能力来维护这个亚太地区秩序，保护自己盟国。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希望向他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在内传达信息，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在军事上还是很强大在冲突中肯定能获胜。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日本、德国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周五，由韩国空军6架 KF-16战机组成的编队抵澳。在此次漆黑军演中，韩国空军还将使用1架 KC-330空中加油机，首次单独执行空中加油任务。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空军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5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系列演习。日本防卫省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则显示，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6架 F-2A 战机和约150人参加此次军演。外界注意到，美日韩近期互动频繁，美国从中起到明显的纽带作用。就在上周，美日韩及加澳举行了太平洋龙军演，实施了使用宙斯盾舰应对弹道导弹的联合训练，这也是美日韩3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联合军演。6月11日，3国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举行了2019年以来首次3边会晤。
同月底，日韩领导人还作为亚洲国家代表受邀首次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被视为北约插手亚太事务的风向标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观察指，此次日韩两国参加漆黑军演，便是北约峰会主旨落地的具体体现。韩国中央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就以韩国战机编队将与北约等国联合军演为题，特别突出了北约这一概念。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当然日本、韩国已经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举行过很多次军演了。这一次呢，参加这一场军演，实际上表明日本和韩国希望更深度的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国家进行军事上的协作。另一边，德国方面也万里赴约，自周一起派遣包括6架现役主力台风战机在内的13架德国军机和250名士兵，先后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参加漆黑等2项军演。德国空军发布消息称，此举证明德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向印太地区投送兵力。德国之声报道称，这是德国空军在和平时期向印太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部署之一。不过，目前抵达亚太地区的台风战机只有5架。德国之声报道称，1架战机在经停阿联酋时出现液压系统故障。有德国媒体指出，在今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北约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挑战。在此情况下，作为欧盟领头羊和北约中轴势力的德国在亚太地区投入兵力，则证明美国已将其当作奥克斯和北约之间的纽带，实则是被拖入了一场将对地区安全造成危险后果的重大地缘政治博弈中。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军演结束后，德国空军编队将于9月28日至30日从新加坡前往韩国、日本进行简短访问。此前有消息说，德军机编队将飞越台湾海峡，但将使用民航航线，且不会携带任何武器。之后，路透社援引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的话称，军机编队没有计划经过台湾海峡。他强调，不认为此次参加军演会向中国发出任何威胁信息。这次他派出的军事装备规模是最大的，有13架战机所以这也反映出德国呢希望更深度的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去年他将军舰部署到亚太地区来，今年是他的这个后续的动作。观察指，美国欲依托澳大利亚北部距离南海较近的优势，辐射南海，连接印度洋，依靠空军快速抵达全球部署的优势，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空中力量调度中心。但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都无法仅仅通过一系列演习，就把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参演国整合成针对中国的紧密联盟。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参加这次军演的那个泰国，就在前几天，泰国空军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双边军演，也就是说，泰国它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它并不会和美国完全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对付中国它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军演呢，希望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装备、作战理念他的目的仅此而已。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印中携手才会迎来亚洲世纪。对此，中方也予以高度评价。那您对苏杰生外长的最新表态怎么看呢？对，实际上亚洲世纪这个概念呢，是中印两国都共同接受也共同认可的一个概念。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亚洲大国，而且现在亚洲重要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的崛起，对于中印两国来说呢，都具有非常共同的利益，而且呢，各方都通过亚洲国家间的合作获得了非常大的利益和好处。中国的崛起和印度的发展，实际上都是通过亚洲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的。尤其是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对新的世纪、对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次的苏杰生在发言当中也突出强调了亚洲世纪，实际上也是体现了现在的印度。尽管中印两国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亚洲世纪这个概念，对于亚洲国家在未来国际关系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上，双方是有共识的。而且呢，印度方面实际上也对于中国在亚洲甚至于在世界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呢，还是给予了一个认可和接受的态度。
我想在这点上，应该中印两国在亚洲世纪这么一个概念基础之上，那么呢，推动两个国家间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也使得两个国家在现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那么共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这个建构，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种建构呢，应该说共同努力来发挥作用。印度还参加了正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多国联合空中演习，并要在10月和美国联手在印中边境地区举行军演。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印度呢要追求它自个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但实际上现在在中美高调的这种对抗的状态之下呢，印度呢试图要追求一种它的所谓的这种在新的大三角关系当中的这个有利的一方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在中美之间呢，它要一方面要把一种平衡，另外一方面呢，肯定要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压制，那么从中在中国受到这个压制困难前提之下，要把它的利益把它最大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印度呢也尽可能的现在呢要追求和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协调，甚至于在这种美日澳印的4边机制框架当中，那么来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战略配合。但是实际上，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它自身的这个利益和美国和西方国家肯定是不一致的。实际上这一点也逐渐感觉到了，所以最近在俄乌冲突当中，印度实际上也明显的感觉到了，如果靠向美国，顺从于西方的这个利益，那么来和中国对抗，和俄罗斯对抗，实际上损害的是印度自身的利益。所以我想印度应该认真的思考，它过于靠向西方的这种战略选择，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也不合适的。那么印度呢，应该适度地做出一种战略的调整。自8月4号以来，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了一系列实战化联合演训。周一凌晨起，解放军将在东海特定海域展开实弹射击演习。浙江海事局在中国海事局官网上发出航行警告：22日凌晨20时至16时，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公布，截至周六傍晚5时，当天侦察到17架次的解放军军机以及5艘次的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7架次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进入所谓台西南空域。台防务部门表示，台军方运用任务机、海基陆基导弹系统进行了所谓逆监控。目前看呢，我们的作战和训练几乎能够划等号。如果长期把训练方案与作战方案相互等同，那么今后在周边的演练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另外，实战化，从目前所进行的各种演练去分析，实兵、实弹、实装30是一个基本概念，也说明今后在周边的演练行动，我们的实战指标包括作战能力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今后在周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演练行动将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据央视军事微博账号周六发布视频，闽南某机场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编队展开跨昼夜训练，20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向目标空域展开机动。连续多天的演习展开全员全装、跨海200公里以上超低空飞行训练，让官兵在训练中挑战极限，完成了多方式空中侦察、海上低空突防、火力打击等科目。我们常态参加海空联合警巡，常态组织实战必备的导览科目训练，持续展开战术战法的研究和创新，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拿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而根据唐山海事局早前发布的公告，在渤海特定海域举行实弹射击活动，直到25日早上10时。据央视军事频道周日的午间国防军事报道，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渤海某空域开展多机型背靠背红蓝对抗演练，针对侦察预警、突防突击、近距离空战等科目进行专攻精练。红蓝双方采取雷达分情、信息分离的方式，独立构建侦察预警体系，全程自主攻防交战。部队结合预警机、歼击机、歼击轰炸机等多种机型作战特点，重点对突防突击、对抗、空战等内容进行研究训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提升飞行员空中战术运用和制空作战能力，提高部队多机种协同作战能力。拦截对抗过程中，我们通过指挥所了解到敌方的高度、方位和编队数量等情况，快速进行空中态势分析，进行长僚机之间战术分配，调整战术状态，根据敌情实时动态进行相应的机动，
实现对目标的快速打击。解放军封岛演练以来，被称为“土房哥”的台军退役少将于北辰狠狠地蹭了一波热度。此前，他关于3发导弹拦截率高达210%，用三角函数发导弹的神论，已经沦为两岸民间的笑柄。日前，台军方进行所谓无限高导弹试射，于北辰再次妄称，解放军海测船早早地退到靶区之外，就是害怕被击沉。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中山科学院于周四晚间在台东及屏东两地进行无限高导弹试射。所谓无限高导弹试射，实际上就是进行天宫3增程型防空导弹的作战测评。2枚导弹分别升空，负责拦截模拟来袭的导弹，但第1枚天宫3发射升空后数秒便落海。初步分析是导弹第1级点火升空后，第2级的固体燃料发动机未能及时启动。导弹试射失败后，台军方拒绝对此表态，仅表示希望民众继续支持防务事业。台媒称，台军正在加速进行各项自制导弹的量产任务，其中天宫3导弹的产能将由现在的年产48枚提高到96枚，并加速部署。原本天宫3增程型防空导弹将射高提升到70公里，已进入最后的作战测评阶段。如果这次达标并通过作战测评，就可以排入生产线进行量产。目前，台军方已经在台北等地区形成了由爱国者及天宫组成的所谓高中低搭配的立体防空体系。天宫3属于中远程高空防空导弹，在设计时就考虑了海陆兼容，包括地天宫和海天宫。从外形上来看，天宫3借鉴了爱国者导弹的设计，但从气动布局来看，仍局限于爱国者2的技术，距离爱国者3差距还很远。无限高是台湾方面一种放大的说法，实际上还是有限高。目前按照天宫3导弹的射程，包括拦截距离，要具备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目前它所装备的天宫1、天宫2只能够对气动目标进行拦截，爱国者2、爱国者3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但目前看呢，在高空，特别是在大气层边缘，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效果几乎是0。实际上，这种武器装备的试验最后不会形成真正的能力，只不过是在祈求向台湾岛出售萨德武器装备系统。虽然无限高导弹试射中出现问题，但并没有妨碍土房哥于北辰借机再刷一波存在感，称台军故意试射失败。他就是来混淆，就是混淆你的整体的收集的能力。海测船它在我们发射之前，它远远向后退，退到我们靶区之外，不断的在对我们做情搜。近年来，频频靠抹黑大陆刷绿营流量的台军退役少将于北辰，因声称大陆城镇都是土房子，被网友嘲讽为土房哥。解放军自8月4日中午起，在台湾岛周边海域进行军演。此前一天晚上，于北辰在绿营媒体叫嚣台防务部门不要做缩头乌龟，一定要将解放军导弹打下来。如果进入我们的高空，进入我们的领空才拦截，空军作战司令要法办，要判军法。所以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台湾是仅次于以色列密度第2高的刺猬岛。就在于北辰大放厥词的第2天，解放军的常规导弹首次穿越台岛，且穿越了爱国者导弹密集部署的空域，精准打击目标。于北辰之流被狠狠打脸后，依然不知悔改。他又跑到绿媒节目中诡辩称，台军方没有将解放军导弹击落，只不过是为了和平，也防止爱国者导弹参数被截取。有人讲说，就打他拦啊！我们花这么多钱买的飞弹，就给他拦一枚下来啊！你不用拦他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躲避球，躲避球重点叫躲避，而不是接球。所以以前小时候看到躲避球来，最会躲的人就是最会生存的人。此后，土房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能力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一档政论节目中，拿着自己在部队待了30多年的所谓经验，信口开河称解放军军演不会持续下去，因为解放军不可能不休假。而3发导弹拦截率高达210%的神论，更让他红遍两岸。我们的天宫飞弹试射都是无限高的呢。就是你有多高，我就追到你天涯海角的意思啊。截率有多高？通常天宫大概是70%。这么高啊？对，3发拦截你1发，对，那就210%拦截得到，一定拦截得到。我们雄山打渔船的时候不是很对，我们不要用一发太冒险了。此言一出，最近一段时间的岛内政论节目，几乎人人都拿这个梗开涮。
土房哥被嘲得体无完肤。那大家愿意把你的性命交给一个算错的将军吗？那不是更离谱？那按照他这个逻辑呢，所以70%啊，那等于失败率就是30%。所以你如果射了3发，那么失败率就是90%，射越多失败越多，那还打什么打呢？也有舆论嘲讽称，俞北辰的数学到底跟谁学的？要拦截解放军导弹，有这样的名嘴就足够了。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伤心。我觉得更可怕的事情是说，今天俞将军他有回文，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有回复，他说呢，这个呢都是小粉红在攻击我，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我们线上的大家，我们都是小粉红哈。此外，岛内媒体还引用了一段大陆网友改编的相声，继续嘲讽俞北辰。这25度水啊，你准备好4杯，怎么？这要怼不到一块100度煮沸。提问接近30系，可千万别扎堆。怎么呢？一帮人要挤一块，被烧成骨灰。嗨，这位名嘴是搞笑的前辈。对。好，继续来关注港台民众被诱骗至东南亚的后续。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传出有台湾人，尤其是青年人受高薪诱骗，被拐到柬埔寨后遭殴打、拘禁、转卖的新闻。相关民众陷入险境，民进党当局却束手无策，甚至有受害者回台后表示自己曾向台外事部门求助，结果惨遭挂电话。针对有媒体报道在柬台湾同胞人身自由受限制，希望得到救助，尽早脱身，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周六发布致在柬台湾同胞的一封信，表示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信中说，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维护台胞的合法权益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职责所在。在柬埔寨，无论是在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中，还是解救遇困同胞，我们对台湾省级中国公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予以重视。祖国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无论大家在柬遇到何种困难，均可直接联系我们。中国驻柬使馆将一如既往，依法依规，向包括台胞在内的所有在柬中国公民提供及时高效的领事保护服务。在信的最后，大使馆附上了当地报警电话、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中国驻柬埔寨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等等。有受害的台湾民众被解救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宇堂说，自己年初准备换工作时，收到网友来信，询问他是否要去海外打工，并提供多张良好工作环境和优美住宿的照片。对方说，工作种类有很多，可以落地了解后再选择。但实际到了当地，他们的护照就会被收走，而工作的内容更是和原来说的完全不相干。就是当时我们3个到园区的时候，在园区里面呢，我们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做诈骗，可是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另外一个伙伴啊，不是伙伴，另外一个过去的人也是讲说，他是要叫他过来做一些美术设计的。那我们就讨论一下，想要跟那个他们园区的干部讲说，我们想离开。可是当时我们就去的时候，第一个开口的人，那讲完之后，他那个园区的老板突然就很生气，就是觉得说，那个我们是付钱把你们买过来的，那你们现在要讲要回去的话，就要付那个赔付金，一个人是17000美金。可是我们根本拿不出那么多，所以说那个老板就开始殴打那个刚一开始开口的那个。宇堂说，在园区里10几个当地干部负责看守50几个人，后者的工作内容就是骗更多的同胞去到当地，人数不达标就没有工资拿。宇堂透露，自己最后是通过社交平台辗转联系上西港省长，最终才得以逃离园区。之后有很多人找他帮忙，但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帮到每个人。目前警察都会在机场围堵啊，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还不太够？警察在机场围堵其实不太够，因为有些人会怕警察，因为他觉得说，他就有心理觉得说，他那个就是要去工作，他们管那么多干嘛？面对台湾民众陷入险境，民进党当局却束手无策，毫不作为。更有受害者在回台后表示，自己曾向台外事部门求助，结果惨遭挂电话。社交平台上拥有超100万订阅用户的岛内网红好棒 Bump 就在其个人首页上上传了上百条诈骗解码视频，而点击量最高的就是他到迪拜以及柬埔寨拯救被骗人士的内容。然而，面对好棒 Bump 的质疑，台当局外事部门却数度回应称，好棒 Bump是以讹传讹，是在误导台湾人。
豪邦棒普直接开炮，质问外事部门认错很难，你们都不会有错，没有进步空间。提出意见陈情就抹黑对方说谎之后，他邀请被他营救的林姓男子上直播，说明来龙去脉。这期间也是有发过 email 他们，觉得我是觉得比较离谱，跟我说他们所知杜拜当地的公司不会扣押你的护照，然后叫我们去跟公司谈，看能不能把护照拿回来。杜拜办事处的一个领事嘛打给我，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帮忙。我也跟他说过，拜托你能不能开到这个楼下接应，直接让我上车，他也拒绝。我也跟他说明，因为我们太通了，你可不可以亲自去警察局带警察把我们带出去？蛮保险的事情，他也是拒绝。最后跟我说，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豪邦 Bump 在视频中说，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有作为，怎么会轮到自己这样一个平民老百姓去营救同胞？吴钊燮会比我差吗？他会比我不够有能力吗？为什么会轮到我？因为只有我关心这些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好不好？从头到尾就是你们根本没有去在乎这些人，这些受困者，你不能为民服务，还是只是从头到尾不是你们的孩子受困，死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所以你就不想管？你们当台湾人智障是不是啊？吴钊燮，给我一个交代，请你出来解释，讲清楚，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请你们今天就站出来解释。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怎么救？要放弃吗？还是什么？我看你们怎么当。匪夷所思的是，吴钊燮终于在周六做出回应，但他非但没有说明下一步的营救工作，反而说不要责怪基层同事。我们必须要去谴责的对象是整个诈骗集团，我们不应该去为难那些第一线的同仁。我在这边也必须要来捍卫我们基层同仁的这种努力。吴钊燮还倒打一耙，妄称诈骗案之所以发生，是大陆“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遗毒。事实上，将台湾青年推入诈骗陷阱的，正是民进党当局。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2%，再加上岛内薪酬低，才让追梦无望的台湾青年转向海外发展。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在推行所谓的新南向政策的同时，却不对民众告知柬埔寨等地的风险。台湾《中国时报》指出，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力推新南向政策，4年内编列250亿元台币预算，事实上却与多数东南亚国家始终无法建立直接沟通管道。以柬埔寨为例，台民众在当地出事，只能由远在越南的驻胡志明市办事处跨境处理。而台湾人之所以被诈骗集团看上，一方面就是利用台当局新南向作为宣传，声称这些地区是台当局力推的新兴特区；另一方面也是看准民进党在当地使不上力。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称，更糟的是，出事之后，台驻外人员连联络处理的管道都没有。而人口贩运的另一面是台湾横行20多年的诈骗集团始终未能根除。数年前，大陆发动打击诈骗，许多台湾诈骗集团成员被带到大陆受审，民进党当局还争着把嫌犯抢回台湾受审，结果却以轻罪结案，毫无惩治作用。如今则是要营救受害者，却救不到人，蔡当局总是做表面文章，为自己种下了恶果。旺报质问，民进党何其忍心为了选举继续拉拢美国国会议员窜台，不断触怒大陆，却无法让两岸和气地坐下来谈谈如何共打跨境犯罪。岛内舆论还质疑，蔡英文至今连一篇关心柬埔寨诈骗案的声明都没有。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就痛批，民进党当局动作太慢，而且推卸责任。过去我任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很快的就跟大陆合作，从东南亚的国家抓了100多人回来，这个并不是做不到，做得到，看你要不要做。台湾资深媒体人罗有志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还透露，近期柬埔寨诈骗台湾人事件延烧，岛内舆论高涨，但是竟有民进党人士私下给他打电话，问还要炒作多久。那个民进党是一个基层的人，然后那他跟党中央有一些人蛮熟的，所以他已经将近2年没有跟我联络了。那他会打电话给我，让我非常意外。看来柬埔寨这个事情伤了年轻人非常重的心。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完全对民进党开始产生问号，而这些年轻人如果一旦崩盘，蔡英文辛苦从2018年以后把这些年轻人催出来这些票，可能这次在2022会反叛他。
会开始质疑他。罗有志还回忆起自己2011年赴泰国采访当地水灾时的情形。他说，情况和这次在柬埔寨的台湾人非常相似，台湾的外事单位也是和他说没办法帮你，自己想办法。最后，罗有志是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以及大陆媒体的帮助下，才找到了船只，顺利完成采访。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利，分则伤。你现在这些柬埔寨人不正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把他救出来？台湾的犯罪集团，我们知道他的出处跟人物嘛。大陆在柬埔寨关系好嘛，一和，然后把这个集团顺利破了，人该回大陆受审判的，该救回台湾的年轻人，大家不都达到目的？我不晓得这时候有什么好用政治分歧的。如果大陆愿意帮忙，我个人是乐观其成。俄乌冲突将满半年，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黑海舰队总部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也是最近几周来该总部第2次遭无人机袭击。此外，有普京智囊之称的哲学家杜欣，他的女儿杜欣娜在一场爆炸中当场身亡。俄方指控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乌克兰所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来看报道。杜金非常受西方媒体关注，他被描述为对莫斯科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很多欧美媒体的叙事中，杜金虽然在俄政府中没有任何职位，但仍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智囊、普京大脑。一些媒体相信他的新欧亚主义大大影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地缘政治思想，他先后被列入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的制裁名单。杜金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学基础》中就提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其在目前的边界内以主权国家的现状存在，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造成巨大打击，无异于对俄罗斯领土的入侵。而其女杜金娜则是一位国际亚欧运动的政治分析师，曾高调支持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因为这起事件呢，跟其他的袭击事件不一样，这是暗杀案。暗杀的话属于恐怖主义的行径，这个在国际社会上呢都是遭到严厉谴责的。所以啊，这些事情呢现在都很诡异，那就说明现在局势很复杂，也就是说俄乌冲突有朝着升级扩散的这种方向的发展。除了此次爆炸事件，克里米亚地区近期也频繁遭受袭击，目标包括俄黑海舰队总部以及萨基空军基地等。周六上午，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茨沃扎耶夫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位于该市的黑海舰队总部遭到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已经是黑海舰队总部3周内的第2次遇袭，第一次发生在7月31日的俄海军节当天，造成5人受伤。当时俄方认为是乌方使用小型无人机进行了袭击。那这次这个无人机呢就比较大了，是一个双尾称平直翼的中型无人机。那么在袭击的过程中啊，现在还是有谜。一是从哪儿飞过来的？如果说从乌克兰控制的地方呢飞到黑海舰队司令部，这个200多公里呢，无人机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也就是说这架无人机要是从乌克兰控制区飞到了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大楼，那这个得花1个小时以上。这么长的时间啊，说如果说俄方的防空武器系统啊根本没有反应，那就是说明这个雷达呢对于这种低慢小的目标，也就是低空慢速小型的目标探测能力啊是比较差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人认为啊，这个无人机呢是从克里米亚某个地方飞起来的，然后呢突然之间呢就飞向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大楼。但是啊，这个也是呢暴露出来俄方呢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俄黑海舰队日前完成了人事变动，海军中将索科洛夫接替奥西波夫成为舰队的新任指挥官。此前有俄媒报道指，奥西波夫被撤换与莫斯科导弹巡洋舰沉没、萨基空军基地遇袭以及黑海舰队司令部海军节遇袭等事件有关。而新指挥官一上任，舰队总部就再遭无人机袭击，动机十分耐人寻味。据了解，俄罗斯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克里米亚地区的布防，4套 S-400以及 S-350防空系统部署于此，从远中近程、高中低空对克里米亚进行全覆盖。分析指出，这一系列袭击可能会让俄罗斯重新估计克里米亚地区的威胁。所以啊，在接下来的话，那么各方都会看到俄罗斯这些漏洞。如果这些漏洞呢不堵住的话，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袭击的。因为呢，对方既然已经看到这块呢，防御啊就跟筛子一样，那自然呢就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趁着现在的机会啊，
来赶紧的发动了更多的袭击。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俄黑海舰队总部连遭无人机攻击，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地区近来状况不断，这意味着什么呢？乌克兰的反攻方向有变吗？克里米亚的爆炸声呢，的确是俄乌战争的最新态势。此前呢，别的地方导弹声声，但是克里米亚半岛呢是相对平静。现在呢，形势有点变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基地3次遭到了攻击，海空航空兵基地和一处弹药库均发生了大爆炸。那么最新的一起未遂事件是无人机呢直接的攻击黑海舰队司令部，这是被这个俄军的防空系统呢给击落了，但仍然是燃起了大火。从俄军更换黑海舰队司令来看呢，这俄军的损失不小。那么这是谁干的呢？乌克兰呢先是承认自己的特战小分队干的，后来呢又收回去了。俄军的相反，先是说呢军事基地的管理不良发生了事故，后来怀疑呢是乌军干的。那么从双方的拉锯中可以看出，俄乌军事冲突呢进入了对峙阶段。那么过去一周啊，俄军的进攻似乎没有多少进展，原地踏步。综合各种情报呢，现在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乌军呢正在调整战术，特战小分队进行游击战是最新的趋势。另外呢，美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在发挥作用，可以进行中程攻击。因此呢，俄军克里米亚军事基地啊遭到攻击，应该是美西方先进武器在发挥主要的作用。但是呢，这是不是乌军进行的反攻，还需要继续观察。因为乌军呢也没有夺回失去的阵地，乌军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制造舆论亮点，以耀眼的定点攻击来涨乌军士气，打击俄军士气。那么从俄乌双方的军事部署看呢，两军呢都在积蓄力量，准备冬季对决。乌军呢在加强训练军队，向美西方要钱要武器，但仍然不具备反攻的能力，没有足够的坦克和装甲车去夺回广阔的南部失地。俄军呢在等待冬季第聂伯河结冰，补充兵力，通畅后勤补给线，在等待这个因能源短缺而引发的美欧分裂。另外这个俄军呢刚刚宣布量产锆石这个超高音速导弹，那么很有扩大战果的意思。可以说现在俄乌两军呢处在对峙中，处在僵持中。乌军所谓的反攻，更多的呢是泽连斯基的舆论战，而不是军事行动。俄乌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核电站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那您认为这究竟是有多危险呢？扎波罗热核电站呢的确存在危险，控制该电站的是俄罗斯。那他们也承认这里的情况呢复杂，而且具有潜在的风险。但是呢，俄乌双方给出的解决方法不一样。乌克兰呢要求实行非军事化，就是呢要俄罗斯军队撤走。俄罗斯呢当然是予以拒绝。而俄罗斯的方案呢是切断核电站与乌克兰电网的连接，关闭核电站反应堆。这乌克兰呢又不答应了，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呢是乌克兰的，乌克兰10%的电力靠这个核电站来供应，争议呢也就越来越大。联合国秘书长都不得不出面来协调。根据核电站员工的说法呢，他们呼吁这个乌军应当停止炮击。这些都说明了俄军呢是要保护核电站的安全，而军事上呢处于劣势的乌军则要让核电站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因此呢用炮击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以便呢把俄军呢描绘成对核安全漠不关心。那么核电站究竟安全与否呢？俄罗斯呢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检查。目前呢这项行程正在筹备之中。那么等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场核查以后，也许呢会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说法。那么到时候呢就知道这个核电站是不是安全，谁呢应该为核电站的不安全来负责。